欧美 No Sleep 系列夜晚的英雄。在我4岁的时候，我时常做噩梦，被吓醒后总是哭泣着。我爸爸会走进我的房间，抱起我，轻轻地摇着我，直到我睡去。他喜欢叫我小羊排，因为我很会流汗。很显然的，我流汗时身体闻起来像是羊肉味。他会把我抱在怀中，哼着他自编的小羊排歌。他会跟我说一切都没事的，亲一下我的前额，把我抱回床上睡。他总是陪着我。有一次，我想也是同样年龄时，小时候的事情总是记不清楚细节。我们去参加一个家族成员的丧礼，我并不清楚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妈妈当时啜泣着看着前方，我爸爸站在我的身旁，紧紧地握着我的手，看起来很严肃。我问他到底怎么了，他低下头微笑着说：别担心，小羊排。他挤了我的手一下，示意我专心看着前方。我在当时的印象很深刻，因为他总是在那样保护着我，即使我还不理解哪些东西是危险的。他总是在工作，总是那样的，我只在晚上才会见到他。每一天早上当我醒来时，我都会盼望他在家里，我都会问着妈妈：爸爸去哪里？你爸爸离开了。他会那样说，带着悲伤的语气。很显然，他也因为他忙到没空在家吃早餐，也很沮丧。对我来说，却不是什么难过的事。我爸爸是最棒的。每一晚，当他的工作完回到家时，在我害怕鬼的时候，他总会走进我的房间，跟我说：别担心，小羊排，我会待在这里整晚，确保没有鬼接近你。我跟他说，他像是超级英雄一样，但他说：也许吧，但只有在夜晚的时候。白天的时候，你必须坚强一点，当自己的英雄，小羊排。你的妈妈跟我没有办法永远都陪在你的身边，但没关系，你是我的儿子，你也可以当一个英雄。他在我的房间时，我总是不会感到害怕。他会坐在我的床旁那张椅子一整晚。有时候我会看着他，他会望向窗外那美丽的星空，透过那扇窗对他眨着眼。我很痛恨他总是在工作。那一年，我对于学校的父子之日感到很兴奋。所有小孩的爸爸都会来学校里，跟大家分享他们工作的内容。他们并不了解，其实这对于我们这些小孩来说，像是一种游戏，比较自己的爸爸的收入，跟谁的工作比较优渥。我爸爸能打赢你的爸爸。有人会这么说。这样吗？我爸爸赚的比你爸爸多，他可以雇佣一个摔跤选手打赢你爸爸。我感觉像是被排挤一般。我宁可我的爸爸是会被别人的爸爸痛揍的那一个，但我只是个没有爸爸的小孩。为什么他没有现身？他知道这一天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我跟他说我被欺负，所有的小孩都会跟我说：你爸爸在哪里啊？还是你没有爸爸？他们会指着我，嘲讽着我。他感到很愧疚，跟我说他很抱歉，当时无法从工作离身。我看到他的神情时，所有的怒气都消了。他真的很难过。他是我爸爸，全世界最棒的爸爸。炫耀他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重要了。但那情况越来越糟。有一个小孩戳了我一下说：哼，我妈妈说你没有爸爸。我有爸爸！我大叫了一下，揍了他一拳。当然，我被送到校长室。没关系，反正是那小孩自找的。为什么会有人说那种话？我跟校长说事情的始末，但他看起来很困惑。他跟我说，我应该跟我妈妈提起这件事。我也照做了。回到家时，我把整天的事情都跟他诉说着。
我也一头雾水。我跟他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这样对我说。爸爸跟我说，我要为自己挺身而出。他讲爸爸的坏话，我才揍他的。我妈妈捂着嘴看着我说，你说爸爸跟你说是什么意思？我一脸茫然地说，爸爸那样跟我说过的啊。宝贝，爸爸离开我们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，你爸爸去世了，那是他没有出现在学校的原因，也是他从不在家的原因。他开始哭着，他一直想保护我，不让我体会到失去爸爸的痛苦，但我还是不懂，我每晚都看到他。妈咪，你说的不对吧？我每晚都在这看到爸爸，他保护我不被鬼抓走，一整晚都坐在我的身边。他还在哭泣着，一脸不解。我不知道他以为我疯了，还是以为我在说谎，但也许是我说错了什么，让他感到如此难过。我妈妈终于打起了精神，她跟我说，我必须要长大，当一个大男孩。她跟我说，爹地离开了，永远都不回来了。我真的感到很困惑，所以我在当晚跟我爸爸说那件事。爹地，你死了吗？怎么会这么问呢，小羊排？他的神情很不解。学校的同学跟我说我没有爸爸，妈妈说你已经去世了。儿子，我是你的爸爸，那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你是我的全部，我不会因为我不在世了影响那事实。你懂了吗？我不懂，但是我还是跟他说我懂了。你妈妈看不见我，但你可以。小羊排，跟你妈妈说我爱她，我还在看护着她。语毕，他亲了我的额头一下，跟我说晚安。随着我的年纪增长，我爸爸的形体似乎也逐渐淡去，到后来我再也看不到他了。实际上，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看见他了。我不知道当初我是疯了，还是我的脑海只是幻想着一个父亲的形体。直到我够成熟的时候，才有办法接受他早已不在的事实。我很想念他，无时无刻都挂念着他。我跟我的太太现在有一个5岁的儿子了，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我想一直都陪在他的身边，尽责地做一个好爸爸。每天早上我都跟他共用早餐，我等不及去参加他学校所举办的那个活动。有一天早晨，我儿子跑来跟我说， Daddy， 为什么我们都不跟阿公吃早餐呢？阿公住得很远啊。我想他指的是我太太的父亲，他没办法来这里吃早餐。我儿子回应，不是，我指的是你的爸爸，阿公，他很好笑。他笑着说，他叫我小小羊排。我不敢相信我听到了什么，眼睛里泛着泪水。你刚刚说什么？阿公都叫我小小羊排，他说你看不见他了，让他很难过，但他每晚都还在看护着你。他说他也会看着我，他说他会当我的英雄，但只在夜晚的时候。故事说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朗读故事，欢迎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。想要听更多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米娜，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